提到重庆就想到火锅，说到火锅就想到重庆。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呢？我跟你讲，在重庆，火锅已经来到 next level， 不光可以吃，还可以泡温泉啦！哇，会不会很辣啊？哇，哇！我不是林薛，我是一个毛肚，我是一个牛丸，我是一颗贡菜，我是一个肥牛，哇，好爽啊！一口锅，一煲汤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吃出千百种花样。火锅有历史，有民族文化，但它最神奇的是可以容下各种食材，把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桌上。它的魅力甚至成为了城市的标志。这一次就让我出发去探索各地的火锅。在新加坡等我围炉开吃的朋友，准备好听故事。中国重庆，我来啦！在重庆，火锅不是一道菜，是一场江湖。有人说，重庆人吃火锅是为了祛湿，山城的雾要用滚烫的辣来驱散。也有人说，火锅的豪迈刚好符合重庆人的直爽。但或许真相更简单，纯粹是这片土地的人太爱吃了。不过，这场味蕾风暴驯服的不仅仅是重庆人。麻辣火锅这张重庆的名片早就飘向世界。就算是来到了国际美食聚集的新加坡，也占一席之地。欢迎来到围炉开吃，今天2位好朋友分别是身材火辣、颜值过关的钟子杰。另外是才华横溢、搞笑担当，让你笑到头皮发麻的田明耀。哎，2位真的是一个辣，一个麻，刚好就是今天这一锅麻辣火锅哦。围炉开吃不只是边吃边聊，还要一路解锁火锅知识。2位嘉宾将通过5轮游戏分胜负，接受最终的奖励和惩罚。想问一下，你们2位平时爱吃麻辣火锅吗？我都很爱吃辣，辣是麻辣还是只要是辣我都 OK。我不管它麻不麻、辣不辣，一定要辣就对了。哎，那子杰，我自己本身爱吃，可是不能吃，所以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那种。又菜又爱玩，真的是。而且我觉得吃火锅是一个很爽的过程，但是痛过之后爽会加倍。对，我们吃火锅之前先要玩一个小小的游戏跟挑战啊。既然是吃重庆火锅，各色的食材都在桌上，要考一考你们对重庆火锅的了解有多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样食材，放眼望去都认识吗？大概都懂，差不多，差不多都懂啊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好吗？这一样，猪腰，我觉得是猪肝哎。OK， 来，这一样，这个应该是牛筋啊。啊，对，牛筋，对牛筋，意见统一啊。对，来这一样，田鸡啊，田鸡。OK， 这个毛肚啊，毛肚，这一样是我最爱哎。喂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鸡肚，还是那个喉咙那一鸡的喉咙，我觉得应该是个黄喉。黄喉。来这样，这个就是那个猪肚嘛，猪肚还是大肠？大肠。这个鸭舌，这个牛的部分啊，牛的哪里？因为我很少吃，牛身上哪里毛毛的？哪里？就是里面感觉就是肚，那个我心里毛毛的现在。猪肚，子杰也是牛百叶。来这个鸡脚皮。鸭掌。等一下，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可以啊。对啦，鸭啦，鸭掌，鸭。OK， 来，现在揭晓答案的时刻很难得，钟子杰全对，哇，难得哎。这样，黄喉就是黄喉那个喉管那边。我一开始以为它也是猪的喉咙，但其实不是，它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管，你猜是哪里？还有哪里有管？
好，揭晓答案，心脏的血管。它其实虽然叫黄喉，有喉咙的喉，但其实心脏的血管的一部分。这一个部分是什么？Jeremy 觉得是牛肚，一半也对了。这个也是牛的肚，这个也是牛的肚。对。但是这两个肚是牛不同的胃，牛有很多个胃嘛。对。所以 before 这个之前是食物先进到这个胃里面，经过一消化之后再进到这个胃里面，所以这个叫千层肚。哦，千层。这个叫黑毛肚。OK。当然就要说到奖励的部分，我这一趟特别去重庆带回来一个很厉害的。哦，来，谢谢。我们请子杰帮我们拆箱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什么来着？猜一猜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那个麻辣，然后把它做成蜡烛嘛。哎，我点了，我整个房间都是麻辣火锅味的。不过说到重庆火锅，我觉得蘸料也非常之重要。是，今天我特别麻烦2位，还有我自己帮2位调了我们自己喜欢的蘸料。好，因为我觉得蘸料是一个火锅的灵魂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份儿。我调了2种不一样的，这个是 Jeremy 的。Jeremy 最近很努力的在锻炼，然后很注重饮食，所以我调给他的很低卡。所以我们放一些比较天然的，比如说蒜啦、小辣椒啦，然后再来一点香菜、葱花啊，然后提鲜的话，我们放酱青生抽，然后来一点香油。OK， 这个就是给 Jeremy 的私家配方大公开。然后你的呢，我就给你，我自己本身吃火锅，这是我一定会调的。这里面是有什么？感觉主持人拍这个节目啊，他很幸福，他 travel 太多了。让它吃的有罪恶感一点。这里面有蒜末、麻酱啊、辣椒油啊、醋、香油。来 ，Jeremy， 哎，你为什么拿3碗呢？我跟你说，我调的就是子杰所说的，都是低卡，这就是灵魂的酱 ，OK？ 哦，不可以，我要加少，因为子杰不吃辣，然后什么都吃 ，OK？ 没有啦，因为毕竟都认识很久嘛，不要这样害他。火锅是要享受的，我蛮喜欢吃蒜。就是简单加酱油、芝麻酱 ，OK。但是因为子杰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小朋友，所以我给他多一点那个麻酱哦，还有香菜。你现在调的所有的材料里面都吃吗？哦，子杰可能不吃香菜，没事，这个我吃，我再调多一个给他。到后面我知道他不吃香菜，所以我再调多一碗没有香菜。哦，这个，所以这2碗都是一样。好，到了我这一碗，我没有这么多心机了，我2碗都是一样的了。来，我这一碗基本上就是我这是在重庆学到的比较道地的吃法，蒜末、蚝油、香油。这次学到一招哈，是他们一定要在最后加一样很特殊的，白糖。醋，他们在重庆也放醋。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也放醋？他们说，因为醋可以带出整个调料的多一点香味挥发出来。另外，我还加了一点点葱花跟白糖，以及配合来到新加坡，我们爱吃这个小辣椒嘛，放点小辣椒。来，2位是一样的，谢谢。感谢。等一下吃的时候可以再拿一个勺子弄一点汤淋在上面搅拌。哦 ，OK， 好。哎，蘸料也好了，锅也滚了，我们下点料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一些是可以先丢进去的，像是大肠，然后那个鸭掌也可以。鸭掌好像要吃很久。在重庆吃火锅，不光会吃到天台上，还会吃到洞里面。今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看一看重庆人怎么在洞子里面吃火锅。我现在背后呢就是高楼大厦，但是在高楼大厦的下面竟然有一个防空洞。哎，据说这个防空洞啊，有火锅，有麻将，可以喝茶，甚至重庆人买菜的地方也是防空洞里面。走走看看。这个是花椒吗？是花椒。哎，很香哎，给你闻一下。太麻了，太麻了！你也要吃一颗，吃。好红啊！然后买个番茄，太红太诱人了，一个。
多少钱？快马小转1,000块。 1块。哇，沙瓤哎！我听说啊，有些重庆人就是早上直接在菜市场、在巴沙买好新鲜的蔬菜，带去火锅店涮火锅。我也选一些。这个背篓菜市是当地推行的助农计划，很多老农夫一早就会背着背篓来卖菜。过去这里弥漫着战火硝烟，现在却是浓浓的烟火气。哇，很美耶！很有 feel 的。这是一条全长520米的防空洞，连接2个不同的街道，从一个洞口进来，也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走出去。这一整条洞都是一家火锅店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吃火锅了。没错，我也很喜欢吃火锅。谁把我心里话写在了墙上啊？不过在防空洞里面吃火锅还真的没体验过。一走进来呢，觉得外面的温度啊跟这里相比就高了3、4度，这里还蛮凉爽的。到底这个防空洞有什么特别的玄机呢？去走走看看。你好，新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个防空洞火锅听说是重庆特有的，所以重庆人很喜欢在防空洞里面吃火锅吗？是的，因为防空洞作为我们重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地标建筑物，是我们当时重庆为了躲避大轰炸而修建的一所避难所。后来我们把那个防空洞改造成为了火锅店。还有我们防空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全点无空调。火锅店的位置是整个防空洞群里最长的一条，可以摆放218张桌子。洞里常年维持在25度，而且还设置了特制的排风柜，就算在防空洞里吃火锅，也不怕油烟味。哎，新源，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都有什么食物吗？可以的，比如说鸭肠，鸭肠，对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脑花啊，然后这是我们的贵州黄土吊龙。吊龙是什么肉？牛肉。牛肉。对，这道菜呢是我们的菌花。菌就是指鸡胗的部分。对的，是的。然后把它切的很像一朵花的感觉，很美哎。那个我知道，鸭血。对，这个在我们新加坡是吃不到的，这个就是不可以吃鸭血。这个鸭血也是本地人最爱的食材之一，是吧？对的，而且只有我们重庆有这种鲜鸭血，因为大部分其他的城市它大部分都是卤过的鸭血，就提前煮好，然后再卤再放进去。但是我们重庆不一样，它直接是新鲜的鸭血。哎，新源，这么多食材，如果只能选一种是重庆人的最爱的话，你觉得是哪个？那应该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毛肚了。那重庆人为什么偏爱毛肚呢？如果我们要吃火锅的话，第一道菜烫的是毛肚，第一个是因为它脆的口感，第二个是因为它煮熟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基本上只需要8到10秒钟，而且它可以将火锅里面的所有底料的味道全部裹到这个上面。因为我看到那个毛肚上面就是有很多那个凸起的颗粒，所以它涮下去的时候，就可以那些颗粒完全挂住火锅汤底的浆水，然后整个吃下去。那另外这个黄喉啊，我在新加坡也吃过。可是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黄喉比较厚，所以这个是重庆的特色吗？重庆大部分的黄喉都是比较偏厚的啊，因为只有厚重的黄喉的口感，那种脆爽的感觉更突出。我听出来了，重庆人就是喜欢把东西涮得脆脆的。是的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哇，哎，可是现在的问题来了，9宫格火锅虽然有9个宫格，但是其实下面又是互联互通的，那为什么要分9个宫格呢？我第一次吃东西还要动脑，而且问题是一口都还没有吃到，对我们先吃，我们先吃，你们可以一边吃一边想一想。刚刚又说到嘛，为什么在重庆吃火锅9宫格是一个特别的特色啊？我真的不懂，就随便讲一个答案了啊，这样吃了大家都会长长久久。子杰，不同的格子放不同的料，比如说让放鸭血啦之类的啦，这样比较容易拿。哦，就是那个像你收纳东西抽屉，好像这个抽屉
屉是袜子，对对那个抽屉是内裤这样子啦。是。好像很有道理。来，我们请看 VCR。好，新人，到了你揭晓答案的时候了。明明互联互通的一锅，为什么要分成9个宫格呢？这个9宫格呀，就要说到我们重庆的文化。以前有一种文化叫做码头文化啊，是我们码头的工人呢，为了节约成本，需要聚在一起吃饭，然后把他们的饭呢都分在不同的9个格子里面，就别吃我锅里的菜就对了。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自己吃自己的。对的。后来发源到我们火锅上面呢，就有了一个新的说法。9宫格的中间这个格子，它的火候是最旺盛的，我们就用来烫我们的毛肚，因为毛肚8到10秒它会熟嘛。还有我们的鸭肠之类的可以快速涮的菜，就煮在我们中间这个火力最旺盛的锅里面。然后它旁边的这4个十字格就可以煮我们稍微可以煮久一点的肉，就比如说嫩肉片、菌花、菌霸，就在我们的十字格里。还有我们角落的这4个格子，就煮我们的时间煮得更久一点。所以最早是有历史的原因，但后来呢，根据不同的火力，保留了9宫格的一个传统的文化。说的太多了，来，好的，静等锅开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涮我们的毛肚了。他们有一种说法是7上8下，是的，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嘛？所以说大概就是8到10秒钟，8到10秒钟的时间，1、2。7 OK， 黄金时间到了。哇，这是我人生第一口正宗的重庆火锅。不光有火锅的辣味，更多的是毛肚的脆爽，还有连魂蘸料香油的香味在里面。你们重庆人好会吃啊！虽然这一题我觉得2位都没有达到正确的点上，但是我觉得子杰比较靠近那个正确答案，就是至少他说的是不同的格子放不同的食物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子杰再次拿下1分，暂时是2比0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跟我讲输的买单哈。没有了，没有，不是啊，输的给全场买单而已。哎，继续吃。我发现你们2个是真的爱吃火锅，因为2个人都没有在做戏的，他们是真的在吃。哎，我其实想问当时在拍戏的时候，你们如果拍吃饭的戏，是不是不能像我们拍节目这么随心所欲的吃啊？要接戏啊，或者是有些时候是接戏，但是我都不管。我也是没有管的。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，每次吃饭戏演员都不吃，因为他们怕那个接戏，懂吗？我不 care， 我会觉得大家吃饭的时候哪里会停下来，就是这样聊天。哎，直接那一天那个什么东西啊，都会边吃边聊嘛。不然就是你看他们吃饭1次加1粒米，对，你1次加1粒米，你搞不没有吃。加，然后我每次都会被说 ，Jamie， 你记得你加什么？我不记得，我就是投入我的戏。我有被惩罚过一次，因为我一上来我就想怎么吃嘛。然后我记得那场戏是我的角色很久没有回家了，然后我就很久没有吃妈妈做的饭，回家吃饭，然后我就他们在那讲话，我就一直在扒饭，就戏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对，我戏里面我就这样，然后那场戏我就吃很饱，我那场戏吃了9碗饭，9碗饭很夸张哎。对，因为他一直会带到嘛。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嘛。观众看的时候还觉得，哎，你们吃的饭好好吃哦。对，比较真实，不要相信。所以接下来考演技，这是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先请出2样重要的道具。好。哎，这2碗其中1碗是麻辣的，1碗是完全不辣的，所以2位先挑吧，你们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反正这不是吃辣不吃辣，就是要演出来。我跟你说，子杰一定输。你讲演，他脸马上变红。这个是生理反应，没有办法。对，跟喝酒一样，现在喝了酒，脸马上变红。所以如果你们可以骗到我的话呢，就可以在这轮游戏中拿下1分；如果你们没有骗到我的话，被我猜中了就不得分，好不好？来。哇，好酸哦。OK， 好。哇，这么苦。
你没有喝到？嘴巴那都没有汤哎。有，再喝一口他们可以做这个，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不用来一口过了啦。我要看你2次的反应。不会，好的机会只有一次。哦，你们都不会拿分的，为什么？ Why？因为我完全知道你们拿到是什么。哎，怎么说？对，虽然在我右手边这位是我们的师弟，但是师弟在我面前也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。你的这一碗就是番茄汤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那这一碗自然就是麻辣汤喽，哇，你很厉害的。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，啊！你的这一碗就是番茄汤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那这一碗自然就是麻辣汤喽，哇，你很厉害的。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，竟然都猜错了。真的。我的是番茄其实两个都汤，看起来差不多一样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你们真的是骗得过我哎！火眼金睛不过如此。师弟果然是师弟，当家小生果然是厉害了。因为你刚第一口你说很酸，对，你说的很快，对，我以为是你下意识的。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不可以说辣或是不辣，天哇好苦哦，哇好怎么样哦，就是撇掉那个。然后他说很苦哦，我就有猜到说他可能想说辣，但他不敢讲，所以他只能说苦。我觉得他有配合我，因为感觉你看他嘴巴很像没喝，所以到底是不是辣的他不要喝。所以你叫我喝第二口，所以就混淆你的我就想法故意说我弄得好像我不想。对，而且你真的很不想喝哎。两位真的是通过了演技的考验。Hello，这个是我们店的冰粉，给你们上一下。哇哦，冰粉，对，它这个冰粉呢是源自于我们那个中国南方，像重庆啊、四川的一种甜品啊。它的原料其实是一种名为冰粉树的一种植物，然后大家常常喜欢在夏天啊，还有吃完火锅之后吃冰粉，因为它的口感相对来说比较清爽，然后比如解辣啊、解腻啊，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哦，是的，这个它里面有放山楂吗？对，它是山楂啊，还有那个葡萄干和那个芝麻，它吃起来比较香。难怪。所以在重庆好好吃哦吃火锅，大家都会用这个来做一个必配的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个是红糖糍粑，对对对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它是用糯米做的，用糯米捶打出来，然后里面有对哇有有没有红烧小心烫哦，会很烫。哇，拉丝哎，对，它里面也是红糖，那个会特别烫。哇，不错哎。哦，三位慢用好，谢谢。拜拜。这不是蛮好吃的，这个。哦对，那你吃完那个辣的，然后再吃这两个，整个人很舒服的一个。我猜可能重庆人啊，担心自己吃肉吃太多，他们后来就把肉做成小块，穿在竹签上吃，这是另外一种重庆火锅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重庆，同样的一锅麻辣锅底可以涮的食材五花八门，其中也包括了串串。红梅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刚刚看到外面很多人在等着吃串串，这么多串串，你们每天要穿多少啊？ 1万到2万吧什么？ ，1万到2万。每天1万到2万，我说的是吃的，还没说备好的。什么意思？客人用餐1到2万，嗯我自己冰柜里面还要备呀。我们这些都是提前备好的，你客人现来现穿搞不赢的呀。哎，你现在穿的这个什么？腰片腰片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鸭菌花，那个是菇类，这个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鹿茸菌。鹿茸菌。重庆的串串它都是火锅底料嘛，牛油味很重，那个菇它就很吸味，吸那个辣汤的锅底的味道，还有就是很下饭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吃。就因为它有很多的气孔，所以涮下去之后呢，可以保吸那个汤汁，然后放在嘴巴里面爆炸。流汁的感觉。哎，红美，在重庆大家也很喜欢吃火锅，那为什么这个串串火锅会流行起来呢？火锅和串串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们串串的品类多种多样，我们有100多种菜品，特别是女孩子眼大肚皮小，很多菜我都想吃，但是每一样我又吃不完。如果是吃火锅的话，每一份菜又大，那串串就可以满足它这个样子。你想吃1串也可以，想吃2串也可以，你多种多样都可以尝试啊。哎，可是我现在来了呢，我也是想帮忙。啊，就接住食材的愿。好。好，就要把手套戴上，对吧？对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是这样穿进去就好了。对。
哎，穿一个啊，我卖4毛一根，穿2根签，穿一个食材，你给我穿1串得了，我要卖4毛。你现在去帮我阿姨穿吧，我这里不需要领啊。我穿的不好没？挺好的。好，朋友们，加油努力！我们的客人要来了，我们今天要穿2万串，加油！娘娘，我帮你一起好不好？好你在的，做的这个有香菜有牛肉，是怎么个穿法？就是把香菜切成几圈，把牛肉裹上就行了。我帮你一起好不好？可以啊你帮我卷，好的然后我帮你穿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对，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所以在重庆哦，这种牛肉配合，你看这里有这个是折耳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蒜苔，哎，所以重庆人很喜欢把牛肉包裹上很多的食材一起来吃，是吗？对的所以在所有的食材里面，什么是比较受欢迎的？香菜比较受欢迎。腌制过的牛肉加上香菜或者是蒜苔在里面，我觉得除了肉之外，又能吃到这种菜的清爽哈。对对。这个 Mega Beef 串串。加香油，加香油，不加香油，不加香油情况也很严重哎，你知道会怎样吗？为何要加香油？哎，这就是我们下一道题了。来，为什么要加香油？因为要让它香。 3-1哦，我就跟着他答案就好，跟麻油一样。为什么要加麻油？你爆香的时候它会更香，它的口感麻油就是不一样香油嘛对，哦，子杰呢？那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哦，它是比较有科学根据在后面。比如说你的蘸料，然后因为你一直涮了火锅，你去蘸蘸料嘛，它上面有辣椒油就会进入到你的蘸料里，然后因为油比酱青之类的都幅度浅，哇，你很有逻辑性哎。油加很多变什么？油，真的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的。来，开始吧。哎呀，让它更香了。你们两个答案一样啊？对，一模一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看 VCR 吧。好。哇，没想到生意好成这个样子啊！看来我只能找人一起拼桌了。哎，两位帅哥美女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只有你们两个啊？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会不会觉得有点孤单？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拼桌吗？因为都满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谢谢啊。哇，哎，你们2个人吃这么多？还好啦，还好啦。重庆人的饭量比较足。看来我还是保守了，只拿这么多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吃。来嘛，刚好就熟了。哎，那我要先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在重庆吃火锅一定要沾香油吗？我们加这个香油，主要是因为重庆火锅还是偏辣的，你知道吧？加这个香油，第一点是可以去辣，然后还有去热。蘸了这个香油呢，这个牛肉就会更没有那么辣。对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是微辣。对啊，受不了了吗？受得了，不能说自己不行。我看到那个拿串串哈，很多是这个牛肉，哎，本地人很爱吃牛肉吗？吃牛肉会比较挂味儿一点。而且有很多牛肉的变种，什么麻辣牛肉、嫩牛肉、香菜牛肉、薄荷牛肉。你们自己是比较喜欢吃什么食材？香菜牛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身就很喜欢吃香菜。哦。对啊，它的搭配就很香。它这香菜牛肉熟的比较快，对，熟的比较快，可以马上吃，对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你要不要试点这个？这是什么？云贵川的特产折耳根。其他地方没有吗？应该是没有，据我所知，你可以尝一下。这个是直接吃还是什么？你可以放在调料里面。调料，这个其实可以当调料，放在我的这个碗里面。对，你可以裹着肉一起吃。它什么味道啊？可能是你接受不了的。他们说这个叫鱼腥草，有股鱼腥味儿。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啊！还可以吗？说不上来的味道是吧？很难形容的味道哎。能接受就觉得很香。可以接受，
但也没有觉得很香。对，4个字啊，大可不必。就像我们新加坡人爱吃榴莲一样，可能很多人觉得榴莲很好吃，有人觉得榴莲很臭，但是吃多几次，也许就会爱上。现在是晚上差不多9点10点这样子啊。你们在重庆吃这个串串都是这个时间吃吗？重庆还是偏热的，一般晚上吹着晚风在路边吃着，是不是很香又凉快？还是重庆人懂生活，所以一般来说串串是当做晚餐或者宵夜来吃了。但也有当中午吃，就当早上第一顿啊！真的，早上第一顿吃这么麻辣的串串，醒得晚的，像我们11、12点中午去吃串串，也可以当做正餐来吃。我明白了，新加坡人吃 brunch， 这边的 brunch 是串串火锅。对，那一般你们2个人吃这么一餐，能吃多少根签呢？我们吃的多，可能会吃100多根签。100多根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我只吃12根，你们每个人可以吃100多根。真的，它其实挺小的，你看就这么小小一坨。一口一串呐。对啊，一口一串。那重庆吃串串一般配什么饮料比较好？哎，那当然是啤酒啊。来，我给你倒一点。来嘛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没事。来，我们一起干杯好不好？来，一起。来干杯！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围炉开吃，干！好的。说到重点，吃火锅配什么？啤酒。对，我们的呢？拿酒来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边说可以。来 ，Come on， 这个是我拍过最好的节目。Come on， 这个是我拍过最好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很随性，来，真的是，来，干杯！吃，哇，那我干了，大家随意啊。好，揭晓答案。我觉得我们的答案是 OK 的啊，合理的啊。那我们就2人都有分，好吧？不能说他们猜中了关键，但是香油一定有它提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是4分对1分，2分，真的。要问一下Jeremy，拍《金色大道》的时候，有没有因为要塑造角色减肥，就把一些食物就刻意的不要去吃？不是一些食物，是所有食物都不能吃，就只能吃蛋白质啊。他那个时候你揪他吃火锅对吗？对，4宫格一个清水是他拿在那边涮鸡肉。对，就是鸡肉，就是无油、无糖、无盐、无趣。真的是很伤心哎！其实我很佩服自己，那一段期间我真的挨过去。子杰其实一直有运动，包括你其实以前也是常常去 gym 的，对吗？是。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嘛。因为我之前10多岁的时候，我是很胖。我认识了许正荣大哥之后，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练身材出来给我。那段时间我总共花了2年的时间。对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拼，那个时候人生真的毫无乐趣。我一天吃6餐，每餐都一样的啊。我的6餐都是白米饭，水煮蛋水煮鸡胸，水煮西兰花，6餐都一样。天哪！然后我每天健身2次，挺不健康的，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健康的去做，而且人生很多值得享受的。我觉得要找一个适合自己，对，因为这条路是很长远。我觉得对于2位来说，真的演戏就是一种信仰，但是在重庆，火锅就是重庆人的信仰，他们把火锅玩到非常高的境界。哇，你看一下。玩火锅，哇！别人跟我说呢，重庆有麻辣火锅温泉，我还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呢？看到这里的红汤，我也很担心，会不会真的麻麻辣辣的？可是真正坐进来之后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尤其是这种室外的温泉，听着蝉鸣，感受微风，喝着我的绿豆沙，别提有多爽了。你是不是也在想，这红色的温泉汤到底是什么口味呢？等下告诉你。所以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东北，中国东北也是有这种泡澡的文化，是的，但是绝对没有这种火锅的温泉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你来看这个火锅温泉，觉得这个火锅温泉感受如何？感觉非常的新颖，特别没尝试过。你知道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个红色的颜色出来吗？
我没有想过，是吗？如果让你猜的话，你觉得这里面是什么？肯定猜是辣椒油啊。到底是不是加了辣椒油？马上带你去看看。郭经理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您的到来。郭经理，这个辣椒跟花椒在哪里啊？您刚刚说的辣椒，我们的花椒啊，因为它有刺激作用对身体，所以说不宜泡温泉，不宜拿来做我们的原材料。那你们怎么做出那个汤红红的，就像麻辣烫一样？那我们就根据的就是重庆火锅的特色啊，找到我们就是相应熬制出来的话比较红的一些中草药。好，我们这里有红花，它熬制出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红色的红花。对，你闻一下我们中草药，还有我们的首乌，褐紫色的，但是它熬制出来的话也是偏向于红色。哦，哎，还有我们的鸡血藤，颜色都偏深，而且都有一点红色。对对，艾叶的话就是一个偏紫偏红的一个状态。泡温泉是不是也有帮助身体一些保健的功效？对，因为刚刚您看到的这个药材的话，就是一个驱寒止痛的一个作用，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，加上火锅还可以祛湿。对，你们重庆人真的很会养生哎。接着就要将药材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成药材汤包，再熬煮2个小时才算大功告成。哎，对，哇，所以每天就是把药熬好之后送到那个泡汤里面。对，郭经理，哎，我们就把这些药倒进这4个池水里面，对吧？对。那您先倒第一桶，我先看一下。好的，稀释一下。哦，要稀释一下。对，因为它要均匀嘛，然后再把水慢慢的放进去。哇，哎，就成了红色了，像火锅味真的染色了，火锅味道一样。等一下我们的气泡一开啊，它就整个的话就更加均匀了。对。哎，郭经理，那我也倒一桶好不好？可以的，来，稀释。均匀的泼洒，辣椒汤底来了。火锅的汤底沸腾起来了，对，要放食材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哎，我们这里的辣椒假的，对，玩具来的，真的辣椒就会刺激皮肤了。不过这个也是火锅温泉的灵魂，对不对？直接扔在里面，撒在里面，吃火锅啦，泡温泉啦。所以如果说火锅跟泡温泉有什么共同点，就是都是很热，都是很热情，然后都是好客，都是让大家感情交融。所以泡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整个身心灵都有放松的感觉？这个绝对有。首先就是放松啊，排解那个缓解紧张，排解压力，就是感觉很热爱生活，很向上，很有生命力啊。我是第一次来你们重庆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温泉的这种火锅主题太奇妙了。我想问啊，泡温泉容易出汗吗？吃火锅也容易出汗啊？对呀。重庆人是不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出汗？是呀。为什么？重庆人的湿气很重嘛，除湿嘛，也相当于是。哦，重庆人的湿气很重，对。所以用泡温泉或者吃火锅的方式就可以帮助除湿。对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现在我们仿佛就置身于一个大的火锅里面啊。如果要把自己比喻成一种火锅食材，你觉得自己是什么？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是辣椒吧，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火辣嘛。那你看我，你觉得我应该是火锅里面的什么食材？我觉得你的话应该是牛肉吧，因为牛肉，我不是林薛，我是一个肥牛。因为牛本身是一种很壮的动物嘛，然后我看到你的身材非常的好，所以说我觉得你很像牛肉。太会说话了，不然你来当主持人吧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进入一个谁是卧底的环节。我手上有3张字卡，2张是同一个词，另一张是卧底词。3位玩家各抽1张，身份1秒决定。接着每个人用1句话形容自己的词，3个人都说完后就一起猜谁是卧底。谁要先开始？当然是你的人嘛。我的这个东西它是有颜色的。我的这个东西，它是天然的。我这样东西很多地方都有。它可以吃。
吃，它可以用，大小都不一样。哦，我好喜欢玩这个游戏。我这个东西哦，它虽然可以吃，但它不是全部的东西都可以吃。我的这个东西很容易买得到，很容易买得到。OK，我这个东西很养生。OK， 停到这里哦，是3个 round 了，我们还有最后2个 round， 我们就要猜谁是卧底了。好，我这个东西可以是一味药材。我的这个东西它可以拿来泡澡。你也许出卖了你自己。来，我这样东西通常华人才会用。最后一 round 好。我给你机会。我这个东西对女人很好。我这个东西对男人也有帮助。我最后了，我这个东西是2个字。好，我的也是2个字。请指认谁是我们3个人当中的卧底。如果你指认对的话，可以拿到1分。好，如果你指认错误的话，就不得分。来，好了，我觉得他是卧底。他是卧底，为什么觉得他是卧底？因为很接近，你的东西很接近，他的太天马行空，你懂吗？好，没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 OK 形状的。来，那你觉得？我觉得你是卧底。你觉得我是卧底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也觉得我是，可是我不想说我是。卧底。我也觉得我是卧底。来，揭晓答案。来，你们是什么？红枣。你的嘞？红花。所以在这一轮比赛中，我们 Jeremy 拿下1分，4比3。我们给优胜者准备了一些特别的奖品，红花。但是落败的一方是有惩罚的。这个游戏我相信大家都玩过了，真心话或是大冒险。我们当然尊重你了，你可以去自己选了，我们不要帮你选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是节目都可以真心话，播不出的啦。我们让他知道社会的险恶。我跟你讲，播不出。敢来，什么东西都传递进去，你们播不出对吗？你们send给我，我在我的social media放。第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给自己的颜值打分，满分10分拿几分？然后觉得新加坡艺人里面是不是前10最帅？我觉得帅是比较个人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耐看。谁不耐看？很多，比如说你啊。OK， 然后啊，除了老婆以外啊，有没有对哪位？没有。哎，就连觉得哇，没有，来把机器拿来，把机器拿来。真的，哇哦！哇，我赢了！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哇，你们越玩越恐怖！哇，幸好我赢了，我跟你讲。哇，我现在抖哎！除了这个啊，除了你老婆啊，有没有对哪位圈内艺人动过情？不是完全真了，你看这边有2格是假，3格是真。不是那2格那个是怕。有没有曾经偷偷的羡慕或者嫉妒过子杰？没有，一定有的。我觉得人啊，永远都是会不满足。你永远都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他这样？为什么他可以这样？我不行。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是当我比较成熟一点，我就会回想看回自己的好处。哎，他没有我这些东西，而不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。所以子杰没有你哪些东西？可能我比较细心，那子杰我说哇，我很喜欢他的爽快，你懂吗？就是好来走去，不是每个人可以那么性格上啊，对，所以就很羡慕他这些哇，这个弟弟真的值得可以教哎，吃个火锅可以让大家增进彼此的了解。对，当然我们有赏有罚，好不好？我们真心话过后，也有特别为子杰准备一份小小的奖品。耶！来，这个是围炉开支特别的伴手礼，从重庆带来的。哦，谢谢，可以，开始，泡澡了。火锅香皂哦，香皂对，可以给辣妹洗手，但不会有辣味。刚好2个。哎，回家吹了。哇，兄弟情深。OK 啊，我觉得吃火锅就是这样子啊，跟好朋友、跟家人一起，有情有义，重点是分享。就比如说赢家也可以分享奖品，对，给 Jeremy。当然这个惩罚就不要分享了。对。真的谢谢子杰，还有明阳跟我们一起吃火锅，大家一起围炉开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吃火锅。
啊，对，你有自己吃过火锅吗？一个人自己吃火锅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京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最近的火锅店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吃，然后他们会放一个洋娃娃在我对面，很伤心哎，哇，很爽。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很爽的，对真的很爽。我不可以，我会觉得，哎呦，我以为自己吃火锅是蛮凄惨的事情，对，但其实完全没有，很幸福。哦，因为本身我自己吃火锅的习惯，我会很习惯说，哎，帮别人煮，对，然后确保别人都吃饱了，我才开始吃。对，自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就是我就哄我自己，我就取悦我自己就好了。是，一定要尝试一下自己吃火锅，那证明你真正足够力长大了。对。